你们会好奇究竟多大才能称得上是王者宝石吗？科学的红也没有这个牛逼啊！我觉得。宝石经常被镶嵌为戒指的界面，而其中有一个形容词很有意思，鸽子蛋。它有点抽象，大家对鸽子蛋的印象是这样的，而翡翠里的鸽子蛋是这样的。奔着翡翠里鸽子蛋动辄百万、千万的价值，我花3万买了块满绿翡翠，想亲手切一个鸽子蛋，但是我失败了。不好玩，走了。不服气的我又切了这块让人想入非非的料子，有点丑，但它打开的紫色别有韵味。然而这也是我魔怔的开始。之后我又切了这块很像粑粑黄的黄肥老腊肉，还有这块开窗看着像青逼逼的小黑盒，它们不负众望，成功让我在切蛋面的路上越走越远。哎呀，丧中有佛，怕你落差。于是我一怒之下把它们能雕的都雕了。走，就逛石头啊。俗话说得好，想要切料，先要有料。在珠宝类翡翠中，翡翠戒指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，比如这样，还有这样。那款式多的，如后宫佳丽3000，任君选择，就是有点费钱。当然，除去昂贵的镶嵌费用以外，影响它们价格的首要因素，这是翡翠蛋面的色。同样的种水下，白冰和满绿的蛋面价格可谓是天差地别。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，那就是色。Hello， 家人们，我又来买料子啦。下一站，淘料子啊，朋友们！算了。而它就是我找到的第一色。这个8万啊，这个8万。别看这样的货开价是8万，但是一般谈下来3、4万左右也是可以的。这为什么要8万？你跟我说。绿的嘞。这8万就像是钓鱼的鱼饵，但是放线的人是有决定放多远的线。我不明白，这么小的料子就要卖8万。你慢慢看，好料子。其中的距离就是我们可以谈价的空间。卖价多少？看多少？有没有人给过6万。给过多少？给过3万。虽然我们是鱼，但是也有挣扎的空间。看不到3万，我最高看2万。他2万，他本身还没打。2万5有没有机会？没。2万6。于是，在我几次的反扑之下，2万8嘛，我最后一口价还不卖，你真要卖3万？我3万5口价，我是半年的吧。那你问一下，卖不卖？啊，卖了。以3万的价格拿下了这件料子，在合适的范围内各退一步，也算是双赢。毕竟这料子在我看来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我跟你说，这里面有一条水路，看到没？我打一个侧光，看到没？里面有条发黑的。这个东西如果搞一个马鞍界面出来，它的隔路差不多有一个指甲盖这么大，5万起步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将它一点点的分解。别看它奇形怪状的，整个雕成花件，那行情还是很稳的。但稳着就把钱赚了的话，那就太没意思了。我们玩的就是一个刺激。现在就看这里的这条水路争不争气了。料子虽然看着不大，但切色料却是一门学问。切少了颜色，种水放不出来；切多了则会伤料。稍微这一刀切的偏差一点点，你可能1万块钱就没了。而它偏就是出师不利，第一刀下去还是有棉。这里面好恶心啊！进退两难之下，我选择了继续切。哎呀，丧中有佛，这个怎么说呢？丧中有佛，怕你落差。接着切。哦，快到颜色了，看到没？看到最左边没？屌不屌？我跟你说，这种蛋面啊，有一颗小指甲盖，你们看一下手上的小指甲盖一半大的，这种蛋面都是1万5起步的哦。我跟你说，石头不要看它小，就觉得3万块钱贵，质量在这里很难得的。现在买色料根本买不到好的。连续的2刀之后，绿总算是出来了，而此时才是挑战的真正开始。我有点不敢切。虽然能看到绿，但是伴随着棉依旧很多。继续切割就意味着它会从胖子慢慢变成瘦子。但现在的猪肉贵呀！在我谨慎地扫描了一下棉裂部分之后，坚定地走向了这条不归路。真屌，你看到没？我切了一刀弯的，因为我正好要避开那一道棉和水路。所以弯着切也有弯着切的危险。刀片崩了。我怎么感觉这东西在漏电啊？我怎么感觉切的时候酥酥麻麻的，但是手上又没有什么破洞，切了半天发现在漏电，我操！
漏电的切机仿佛就是在对我的嘲笑。在2天断断续续的切割之下，我徒手给它捏出了一个犄角，跟鸽子蛋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既然走到这了，总不能回头吧？心一横，给它痛快的2刀，把它切成了3块。它从这样变成了这样。此刻我其实是有点破防的。这个蛋面有点大，但它大归大，好像不是很圆润，很多白。虽然他对我无情，那我也只能无意了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与其精神内耗自己，不如找个人陪你一起耗。大哥，好久不见，帮我来研究个料子。对，刚刚切下来那个小角做成这样的。搞界面，嗯，搞界面，搞大的话你这里也有压，这边还有棉，也切小角，切小稿，这个呢？这个你看一下。这一个。老板看着我的蛋面，一时语塞。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跟我在这搞什么腼腆？有话你就直说啊！但是他开口之后，我又情愿他没有开过这口。你要这个能不能雕一个其他的？雕其他的，做一点小锤形吧。那就把这个蛋面搞出来了，行吧？那这样子吧，这个就不搞了。反正我建议你搞界面的话，3面。搞飞机，干雕刻。那我走了，你帮我加几搞出来吧。走吧。下午的时候，老板就联系我了，他说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惊喜。不一样的惊喜。真的假的？不要是惊吓我。本人表示很惊，但喜嘛，是喜极而泣，只剩下气。哇，这个面也太重了。唔通連嗰啲都唔中意我啊？气归气，生活还是要继续，搞点小玩意让自己开心开心。看着萤火虫在昏暗中默默发亮，哇，好帅，好帅！哇，我好像看到了最初的自己。有生命的灯光。芸芸众生中，我们每个人渺小而又独特，上！有着自己的追求，有着自己向往的生活。就像这2块小小的料子，它们虽然成不了蛋面，但是它们也该拥有发光发热的权利。依着黑夜里的灵感，我把感受到的风化为柔美延展的如意。清风明月，山海相依，它们可以是高山空谷，也可以是山海同色。唯一不变的是清风裹挟，明月相伴。斜风揽月，这个意境真不错。既然情绪都烘托到这里了，把这份满绿色料揽入怀中，让往事都随风，最后剩下一枚胸针陪我勇闯天涯。就是小姐姐戴的话，像我这样的1.85米的体育生戴的话，就是有点娘炮。不用给自己加戏了啊！记住它的名字，斜风揽月。但是我不服啊！既然上万的色料切不出来蛋面，那我可以向下兼容。不是我向生活低了头，而是百味千味更显我的实力。所以我又搞来了3块大几版的色料。选择这块料子的原因很简单，我幻想着其中能够爆出一件这样的蛋面。提前退休是指日可待，虽然直觉告诉我只有开窗的位置有紫，其他地方的话说不定就没有。但是南墙那么多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对于紫色韵味的执念，我决定一层一层的褪去它的外皮。万万没想到，涨了。哈哈，涨了！他竟然爆金了，带洒金又带紫，这不比刷副本的时候装备了混天玄火亏吗？又有紫又有洒金，真牛逼啊！我们接着扒皮，还好没有从当中一刀切开。我一鼓作气把皮扒光之后，把这刀大裂给它切了，这一坨就没用了啊，干干白白的。在他的7寸命脉之处下了一刀，结果大动脉没切到，倒是给自己的心上了一层厚厚的霜。死全在上面。都没有下来。我看着它厚重的棉团，深知蛋面无望，关键还得靠雕刻力挽狂澜。众所周知，在梦幻西游中，貔貅是一种特殊的怪兽，玩家按照特定的流程和策略击杀它，就能爆出装备和新副本。所以我选择自己成为造物主，徒手捏出这件紫云金星貔貅，天赐福禄，大吃八方。这块老腊肉是我从编织袋随便掏出的野味，这个还可以啊。把小猫咪也给看馋了。当时老板娘指着这一圈褐红跟我说，切出来随便1颗就2000，切出来卖个2、3千都可以卖得到的。于是，在我听信了老板娘的谗言，花了500块收入囊中。那一个玉雕师面签，这个石头就代表什么吗？这个东西就好比拿了一块五花肉给到一个上海的厨师，让他给你做一道红烧肉，信手拈来，给我打4个字，信手拈来。但是开切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还是太单纯了。这干巴巴的肉质还有日久风干的纹裂痕迹，预示着其实它和普通的腊肉一样便宜。
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2个小时的薛师傅开始制作蒜苔炒肉丁，老腊肉果然名不虚传，一刀接一刀之后，仅仅是磨掉了一点点皮。在停刀研究后，薛师傅发现这块腊肉并不适合切丁，更适合整块清蒸。往往心无执念的时候，总会带来意外之喜，而意外是翡翠材料的常态。简单的腌制之后，一道清蒸骆驼也出锅了。看着这高耸的驼峰，谁与争锋？这是块黑皮开窗料，买的时候货主说以他多年的开窗经验，蛋面就在里面。他告诉我，他的人生信条就是清清白白卖料，干干净净开窗。转账的时候，我微微一笑，口吐芬芳。在工厂切开的时候，货主的嘴脸还在脑海里一片鸟语花香。眼前这块黑皮料标记的手肘位，像极了货主的人生信条。只是不管怎么切，横竖可能都是个意外，所以我决定在手肘位的这边切一小刀看看。这个一刀切开里面有没有裂，就知道里面是伤心泪流还是黯然销魂。果然，货主的人生信条就像擦屁股的纸一样，带着响上头。好啊，不用切了。切到最后，这条关于蛋面的视频，主角始终没有登场，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了翡翠拆解。回到玉雕本身，我还是想材料其实没有对错。在一个玉雕师面前，这个石头就代表什么吗？信手拈来。他所有的欺骗性，不过是拆解他的人有各种心理的投射和期许。这个东西如果搞一个马鞍界面出来，差不多有一个指甲盖这么大，5万起步。这些和石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惊喜和意外各占一半。涨了。人生无常，落子无悔。做人要有松弛感，不能这么斤斤计较。不过，作为一个玉雕师，好在来日方长，只要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